白軍駅構発見。偵察を行う。油断は禁物だ。観察を続ける。地雷を踏んだようです。敵の罠かもしれん。行くぞ。
兵工厂暴露了，这是我的疏忽。更残酷的战斗就要来了。报告，进来。将军。 将军，派驻虎头山的特别小分队找到中场，以确定八路军的兵工厂的正确位置。被我们从泗水县城赶出来的独立团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太行交东北线。 派第3步兵支队封锁北线，防止他们增援。嘿，预定明晨的进攻计划，现在马上启动。我们还没有地形图。强攻，嘿，我要亲自指挥。你现在要进场，情况不明，太危险了。等我们攻下来，你再去吧。中国人教育我们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嘿，弟兄们，加把劲儿啊！保卫这兵工厂，赶紧把工事修起来。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不好了！增援部队受到阻击，正在沿淮路口跟鬼子激战。他们过来了，他们不要求在失守之前将兵工厂军火按照原定计划就地进行隐藏，兵工厂人员也要按照原先的部署，不准参与作战。苦连子，苦连子，啊，给我们安排任务吧。谭厂长，你们是工人，是技师，不需要参战。苦连子，这个大侵略者怎么还分工人和军人？我到山里驻防的时候有军令，如果有战斗的话，不允许你们参战。你们是最宝贵的力量，是八路军的心脏。枪炮没了可以再造，但没有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你这个，谭厂长，你们不参战，但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啊，说吧。把全部的武器藏好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哦，这个枪支弹药全部要藏好的话，至少要12个小时。行，你把全连的子弹给我留足了，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，再给我留2门炮，我守到明天早上日出，给够你12个小时。好，苦连子，你多保重啊！哎，等等，记住，完事以后把所有该封的洞口全封死。好，好。我在这里负责弹药，你带着人呢，负责埋藏武器。这个是埋藏武器各个的点，坑都已经挖好了，把伪装打开就可以了。埋藏武器的药则还记得吧？放心吧，谭厂长，滚瓜烂熟都在脑里装着呢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埋藏武器的药则执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胡达，给我过来。田秀武，你在离山洞最近的地方隐藏起来，做最后一道防线。不打，想办法突围出去，向团部汇报情况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活着啊，别死在我前头。能够。老孟啊，武器弹药藏好以后啊，有个引信帮我放到这个地方。好的，厂长。引信放到哪里？就是这个地方。
这个地方到时候是我的床。好的，那么你跟我来一下。老孟啊，你去选一批素质好、政治条件过得硬的工人，让他们搬着铺盖卷到这个地方来，要让鬼子感觉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像我们的宿舍一样。还有，另外那一批外围的工人，把他们安排到隔壁的车间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去吧。命令部队进攻。
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。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，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愤怒的河流，这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，和那来自离间无比温柔的黎明。假如我死了，就连我的羽毛也腐烂在这土地里。为什么？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。怎么了？康源被俘了。喂，吃饭，吃饭。我让你起来吃饭，你听到没有？喂，拿走，滚！还不吃啊？佩服。据说人可以饿7天。你可千万不要吃饭，因为我想看看你的极限到底是几天。口方，我准备去孔元的部队看一看。我跟你去。你不能去，为什么？太危险了。就是因为危险，所以我才要跟你去。你听我说，去前线有可能牺牲，我不是吓唬你。现在中国遍地烽烟，哪里都可能牺牲。阿银，去前线是一个小概率事件，我没有把握。我不管你大概率还是小概率，反正我爱你就是100%。你吃鸳鸯火锅你可以不带我去，但是你要去前线救人，你必须带着我去。你能不能把我的话听清楚？去前线比做一道最难的数学题还要难，我没有胜算。就是因为你没有胜算，所以你要带我去。我是最一流的人才指数，我有最稳定的心理素质，你需要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也需要你。好了，别磨叽了，收拾东西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すぐ近くにいるぞ。
假我已经请好了，我待会儿就去买火车票。不能坐火车，太慢，我们得坐飞机，哪有飞机啊？邮政飞机。我们坐邮政飞机去太行，人家让坐吗？不让坐，所以你去搞定。除了美人计，什么都可以。刚才谁说不带我去来着？现在知道我有用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这马蜂比子弹厉害多了吧？啊？啊！我听不懂你说的话。杀？杀！你们能杀了我吗？啊？这可能吗？切！行了，我就不杀你们了，等着你们的人来救你们吧。他娘的，好枪啊！哦。海燕，我问你，我们上了这架飞机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反正没有美人计。我不是问你没用什么，我是问你用了什么啊？重要吗？重要。我撒了个谎，什么谎？我跟他们说，咱们俩是军统的特工，去执行暗杀任务。你这不是撒谎，那什么？是恐吓。你觉得不同吗？没有什么不同。要想把这个事情干成，一共有3个办法：一行贿，2找关系，3就是恐吓。你选择了一种最彪悍的方式，而且成功了，符合小概率事件的前提设置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有一法可以正式辞八路军狙击手。讲。一笔知道欢喜不胜，他们杀吴方一人，吴方击杀对方一人，连头挂上上机头，现有200俘虏，够杀机，比绝不敢进驻万东。不能杀。做气体实验要用很多的人体标本，这些人我还不嫌够呢。这个狙击手一定要吃饭。派人，凤凰坡也要看住，有任何帮助容留者，我们也不会客气。嘿，救一个人，有这么难吗？海英，如果你是一个国王，或者是一个总统，那么救一个人、找一个人，这属于大概率事件，不成功比成功还要难。但是我们俩是老百姓，想要在戒备森严的日本人手里把人给救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到底是多少？一般来说，低于5%的事件都可以称作是小概率事件。那咱们现在是在5%以内吗？刺激。更刺激的是，这个世界上所有小概率的事情都是客观发生的，这一次我们要让它主观发生。你我救人是基数，日本人是结数，过程是无数的变数，但最终我们要实现小概率事件的这个定数，救人成功。这听起来像算卦。这比算卦还要精彩。其实要想制造小概率事件，必须要预设它的结果已经发生了，然后从结果向前去引导，才知道每一步应该去做什么。海英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发生小概率事件。你比如说，2个恋人相遇，
这个世界上有数十亿人口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，这个概率在几百万分之一。但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之后又相恋，这个概率在几千万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并且相恋，这个概率的指数远远低过了0.3%。它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，但是呢，它每一天都在发生。那就像咱们俩，你在磁水出生，我在北平出生，一起去德国留学，相遇相爱，然后又去日本求学，这不是小概率当中的小概率吗？没错，其实小概率事件就跟那只可怜的兔子一样，你发现没有？自从我们俩好了以后，我们往前推，每一步都是正确的。如果错过一步一点的话，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就不会是你。那是谁？你别胡搅蛮缠，我再打一个比喻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预设孔元已经被营救成功，然后从结果向前去推，才能精确地算出每一步。爱上小概率。你还是先爱上我吧，因为只有我才能带你进入小概率世界。休もう休もう。石田君、ありがとうな本当に。いえいえ、それより一つ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すが。なんだ？お願いというのは実は86連長の部屋の鍵をお借りしたいんですが。石田君、俺は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が。飯谷さん、以前質問されたことですが、ずっと答えられずにいました。私は86に捕まった時、毎日あの連長に屈辱を受けていました。奴を懲らしめたいということか。はい。よし。これで奴を懲らしめてやれ。おう、しかし本当に懲らしてはいかんぞ。はい。这是当地的特色吗？はい。根据调查，前山油膏是附近方圆百里最喜欢的食物。我每到一个地方，都要吃当地的食物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将军喜好美食，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魂，就要读他的书；了解一方水土，就要吃他的食物。这里靠山，为什么要吃千层油膏啊？清明时，这里穷，缺油水，刚好我们来了，可以替他们改善改善。那个八路军的连长还在绝食吗？绝食不吃。神经坚强，是个好的标本。我们去会会他。はい。
孔连长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好汉，原来是个莽夫啊！中国有句俗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怎么总想着去死呢？只要不死，就有活的希望，你说呢？不回答我，那我就告诉你真相。其实你不想死，你绝食，是因为你打了败仗，内心愧疚。其实你没有死的勇气。问题很简单，你为什么不一头撞死啊？虽然你戴着手铐脚镣，但是撞死的空间应该有啊。为什么没撞死？有种你崩了我！有种你一头撞死。你要撞不死的话，我给你吃一块千层油膏，让你有点力气。孔连长，还是吃一块吧，让自己的身体有点力气。人啊，不能掌握自己怎么生，也得能掌握自己怎么死。将军，您不是要留着他做实验吗？怎么有鼓励他死？我这叫反其道而行之，你等着瞧吧。他一定会吃那千层油饼，因为他想活着。您为何如此了解中国人？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书，吃过他们的饭，走过他们的路。将军，德国方面来电。瓦格纳动身了。嗨，他有身体条件2条，因为只要吴方答应，必马上动身。什么条件？一，他帮吴方研究完成之后，要赴香港、台湾旅行一转，费用由吴方负责。答应他。嗨。二，他要求给他配备之翻译必须为女性，并必须漂亮，否则无工作动力。找。嗨，将军，他之翻译至少懂汉语、日语、德语3种，此类女性至少会。极少要找，尽量满足他，因为他能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这就是天才的价值。嗨。让梅机关帮忙物色一下。左影真昭是我的同学，这件事应该可以帮忙。嗨，我马上跟他们联系。还有，根据史书上记载，这座山里边应该有一座古墓，派人去查一查。好的墓穴。805名壮士墓，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血战。好不找中国人问之。中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，恰在我们日本的史书上有所记载。
中国明朝的时候，戚继光曾经伏击过九州的海阔将军，你知道吗？はい。800壮士墓，让我时常想起我的祖上海阔将军。登山君，跟我来。当时海阔将军的秘密地点，也是在一座山里。不料被戚继光获悉，他埋3000伏兵于此，趁海阔将军露宿不备，发起进攻。卑鄙，兵不厌诈。卑鄙谈不上。海阔将军率1000人浴血奋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被戚继光围杀。之后，我时常翻看史料，寻找海阔将军的踪迹。将军，我尚有一时不明，有请教。讲，注记在中国历史光辉灿烂，各种杰出人物灿落星河，但我来中国后，却总感觉不是传说之中国。登山君，你问得好。中国武术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哲学。中国皇朝社会一直禁武。所以，中国的武术不像欧洲的搏击和日本的柔道讲究实战效果。不讲实战，那岂不为花拳绣腿矣？不要小看他们的花拳绣腿，中国武术在他们不少人当中是一种宗教，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修炼。中国武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。此说，以退为进，借力打力，似有形而无形。此说是否可证？他们法是战高手？我认为一定有高手，只是你没有看见。係，我怕練上古木出也。登山君，抓紧时间学习汉语。你这半文半白的话，听着太别扭。係，我努力中也。
这次战斗，特务连损失非常大，但是据日本报纸透露，山上兵工厂的同志们倒是安全的。兵工厂的一些工程师、机械师都是我们总部从美国、欧洲、日本请回来的人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他们从虎头山上救下来。团长，政委，当初我们选虎头山作为兵工厂，就是因为它易守难攻。我们特务连不足100人，能和横伟阔的1000人兵力周旋一夜，可想而知，何其难攻。尤其敌人还有飞机支援，所以强攻不可取。强攻不可取，有智取的办法吗？报告，起来。重庆中央大学2位老师前来求见，说是特务连连长孔元的家属。团长，你好，我叫孔方，是孔元的哥哥。这是我的未婚妻向海英。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团长？在这个院子里，通过您站的位置，我来判断，您就是团长。哼。二位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团部的位置的？团长，您别紧张，我们俩真的是老师，不是特务。是啊，团长，听我向你解释一下。我是一名数学教授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数学和事件的关系。其实，找一个团部对于我来说是一道小学难度的数学题。哼，数学能算出我团部的所在地？全世界团部的相同位置参数一共有39个。那我们的参数对吗？你们团符合28个平均参数值，说明你们是一些会打仗的人。这里有我们的教员证，还有毕业证，请验明正身。要杀动手，要说话闭嘴。孔先生，你好。是你呀，来报复我了。不，孔先生，我明白，你是怕我把你叛变的事说出去。石田，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你走吧。哎，谢谢。孔老师，您二位这次来是？配合你们，给你们提供信息，希望能救出孔元，救出兵工厂里的人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？还有你们的信息啊？你们看，1937年的时候，日本当局逮捕了孔方，并且把他驱逐出境。因为孔方做了大量的日本社会调查以及军事分析，日本认为孔方是个危险的抗日分子。有的时候，敌人的话没错。事实上，我非常熟悉日本的情况，也非常熟悉你们的对手横尾阔。这事儿我听说过，当时在营救孔方老师的时候，咱们国内有力量参与。孔老师啊，请您原谅我刚才对您二位的质疑啊。打仗的嘛，是吧？
无法用常态来判断一个人。孔先生，我觉得你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。什么话？你跟我说过，一个战士可以死，但不能死在犯上。你还说你们中国有句俗话，叫不当饿死鬼，死在这就没什么机会了。最后还跟我说，当兵打仗被抓很正常，不就是当俘虏吗？有战争就会有俘虏，不是你，也是别人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行啊，你还把我的话真听进去了。当时我是骗你的，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孔先生，你不信，但我信。孔老师，我想听听您对我们在虎头山失利的看法。事实上，虎头山上的横尾国远远超过了你们的想象。他突然袭击虎头山，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。之前呢，他攻打太行，其实用的全是障眼法。他早就盯上了虎头山上的兵工厂。我们一直很隐蔽。1年前，你们就暴露了。1年前，你们开始袭击日本人控制的铁路运输线。我们那么是为了切断他们的运输供给，但是你们拿走了铁轨，如果是切断或者是破坏，炸毁即可。可是你们带走了铁轨，肯定是另有所图。按照战时的猜想，肯定是用作兵工厂的原料。猜想不一定能落实。任何猜想都可以落实。怎么落实？去年6月，你们以牺牲3名士兵为代价，换取了敌人6节铁道。再笨的人都知道，这6节铁道的战时价值远远超过了3名士兵。要不然，谁会为这些破铜烂铁去卖命？孔先生，您的话让我明白了，刺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。孔先生，对不住了。ほらほら、殺せない、殺せない。石谷君、おい、待て。おい、殺すんだ。俺はこいつを殺すんだ。石谷君、相手は死に手だぞ。メジャー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気が晴れました。君のどこが文化になってんだよ。前線で戦うべきだ。奴が死んだら、まったくコースが離れよう。はい。孔老师啊，你知道的真多啊！来坐。您的这些情报都是从哪儿得来的呀？报纸还有广播。任何公开的消息都隐藏着背后的秘密，只要科学的分析，就能得出来。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获取任何信息都是从公开的渠道。那孔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这个主要的对手？其实彭伟阔想占领虎头山上的兵工厂，并不是想破坏它，就像你们抢夺铁道，并不是为了破坏运输线一样。那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想建一个兵工厂。日本人从来不缺武器，他们制造的是化学武器。防风！
来来来，二位，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吃饱了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杨队长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1937年8月，日军呢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气体，之后日军呢又多次的使用了毒气战，中国守军束手无策。我们的战士不怕和敌人拼刺刀，就怕敌人使用这玩意儿。没错，这个是1938年武汉会战，日军肆无忌惮地使用了芥子气和路易斯气。这两种是什么气体啊？这两种是糜烂性气体。之后日军呢，又使用了光气，光气属于窒息性气体。这些气体均由日本陆军第6技术研究所研制，而该技术研究所的军事研究员正是横尾阔。我和海因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，听过他一堂关于古今兵法的讲座。一个日本人讲古今兵法，是啊，他讲的古今兵法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讲座之一。他了解中国远远超过了大部分人。我还记得在他的讲座里面提到了19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斯哈佛教授的一段讲话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还有战争，军事学家们是不会放弃化学武器的，因为气体是杀人武器当中更高的形式，毒气无孔不入，杀人于无形，也是所有战争武器当中最不人道的一种。这个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。1941年宜昌攻防战，日军为了守住宜昌，大量的使用了毒气弹。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向国际社会的公开通报，这一次受毒气损伤的人有2000余人，其中500多人不治身亡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。这个是日军化学战的转折点。日军会害怕谴责吗？还有威胁，来自于美国的威胁。美国已经明里暗里不断在督促日本放弃化学武器。是啊，日本人现在减少了毒气的使用次数，但是制造和研究还在秘密的进行，因为他们想研制出来杀伤力更大的神经性毒气。孔老师，我不是质疑，我是好奇。如果日本人要研究神经性毒气的话，那么在日军内部，它都应该是最高机密。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从1941年到1942年，我所能看到的5种日本学术刊物里，关于神经和气体的论文，46篇，占全论文总数的34.8%。请注意，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。按照孔方的统计，日本其他的一些学术论文，比如说像自然科学、数学以及哲学等等，只占总论文数的65.2%。你们想一想啊。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、教授都在研究气体和神经的关系，而且形成了一种风气？这后面肯定有一个秘密。其实他们写的这些论文都是一些泡沫，可是我们根据这些泡沫就可以看出来，日本的有些部门正在竭尽全力的研究和制造神经性毒气。看来这些事物之间都是有必然联系的。没错，日本人在东北、华东建立了野战化学部队，也有相应的化学兵工厂。横尾阔的136旅团就是安插在太行的一支化学部队。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
他在攻打虎头山的时候，用的也是化学武器。何以见得？